欢迎来到知定讲堂。我们今天呢，跟郝先生啊，继续谈启蒙的方方面面啊。郝先生你好，曹大哥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郝广才。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 AI 小帮手叫阿蛙，他看起来像青蛙，其实叫狮子啊。那我们今天呢，想来谈谈这个宗教。过去啊，这个宗教当然对人类这个文化的丰富性啊，对，还有我们这个文明的向上提升都有正面的帮助。可是现在啊，从那个以阿战争看起来啊，这个宗教恐怕需要值得检讨，是因为宗教在很多地方变乱源了，对，它并没有发挥这个宗教所提升文明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来谈，就是说宗教过去其实对我们有贡献有什么，现在发生什么问题？是，其实我觉得应该要怎么修正。今天我们来聊这个。是啊，首先我讲说，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个很多的这个古迹啊、文物啊，对，其实都是跟宗教来的。是，我觉得这个哥德式教堂圣母院这样保存了这个非常多的建筑之美，是，里面还有很多这个雕塑、对，绘画、音乐啊，很多的诗歌什么。对，所以宗教对这个丰富人的文化当然很大的贡献。因为以前的帝王嘛抢了钱，可是很多帝王其实尤其欧洲的中国的帝王都不认识字，所以他们其实很野蛮的，是靠武力得到那个权力的嘛。宗教出来教化他们，因为当时只有教士是有读书的嘛，那他们可以解释，用神的力量来让他们行善事也好，或者守一些规矩也好，还有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付出，因为这是献给神嘛。所以你看那个教堂都很宏伟嘛，甚至像这个巴黎圣母院，根本就是当时的主教有一个想法，说上帝是光，然后才发展出哥德式教堂，否则根本就不用搞那么多玻璃嘛，教堂也不会垮。这个对科学文明、文化艺术都有帮助。你看日本也好，你看那庙，哇，那中国可能战乱太多了，很多庙毁掉，可是留下来的东西，你看像敦煌，哇，这个没有宗教力量怎么做得到？没错，这就是怎么讲，就是为了神这个付出就不计代价了。对啊，我觉得很多这种看那个文物啊，比如刚才说敦煌嘛，对不对？它的壁画或者佛雕啊，其实跟那个文艺复兴的时候一样，就是很多登峰造极艺术品啊。我认为啦，它3种力量的结合。这一个就是权力，第二个是财富，第三个是信仰。其实像那个米开朗基罗啦什么，他们这些人弄那个创世纪啊什么，其实他是对那个信仰还是很执着的。中国帝王也是啊，你看五胡16国进来的时候，前面几个没信仰，就乱杀乱整的，疯疯癫癫的很多可是开始到北魏孝文帝，这开始有佛教了有信仰了，他开始要汉化。其实我感觉五胡乱华这个字眼都不太好，应该叫五胡兴华。对，或者五胡融华，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进入汉化的过程。这些胡人，我们什么鲜卑羌什么都不见了嘛，连什么慕容这些姓也没有，只有武侠小说里有，所以它其实已经融入了。对，你其实那个北魏啊，对，就因为汉化，有些人要汉化，有些人不要，对，所以后来分裂成东西魏。对啊，那东魏传到这个北齐是啊。后来西边那个传到北周嘛，对，其实北齐的东西啊，我收藏有一些是，那个佛雕啊，真是精美。我收藏一个北齐那个金的那个皮带的扣环的这就是北齐这个其实很奇怪，它那个时间很短，才28年好像，可它那个文物啊非常灿烂。但还是从北魏开始有受到佛教的影响嘛？如果没有宗教，他们留不下这个遗产。对，就在历史上就消失了嘛。对。所以说这个宗教对这个文化是很有帮助的啊。那么不过我现在喜欢区分说这个文化跟文明了。文化我的定义就是说呢，一段时间一个区域里面这些人呐，他食衣住行娱乐，包括他的3观什么这个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通通加起来这叫做文化。所以文化是有地域性、有时间性的，就生活嘛。是。可是这个文化里面有文明，可能有不文明。是。所以我说文明怎么区分？文明就是说野蛮的反面嘛。对。文明就讲究了真善美乐，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所以这两个其实也有区分的。对不对？
那人家有人说什么文明冲突，我说讲错了，对，文化有冲突，是文化冲突，对，可是文明不是文明，好像说你的健康状况跟我的健康状况没什么冲突啊，对不对？文明就好像到伏尔泰这样嘛，就是，我即使不赞成你说的话，可是我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就是文明人跟文明人。对，这是文明啊，对对啊，就求真嘛，对，求善啊。可是文化的冲突也是很厉害的啊，比方说印度嘛，独立以后，对，伊斯兰教跟印度教水火不容，对啊，各自大迁徙，就这个成立东西巴基斯坦是啊，然后这个东巴基斯坦就变成这个孟加拉嘛，对，孟加拉跟巴基斯坦已经分开了嘛，是啊，所以它这都是文化的冲突。文化冲突以前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印度教啊，他很崇拜牛，啊，牛可以随便走路，是车子要让他是。回教不吃猪肉，他专吃牛。是，对。那印度教呢？这个要冥想禅修，还很安静。那个回教那个礼拜是吧？很热闹。要那个大喇叭。是。就这些事情啊，就是文化的冲突。对。就水火不容。所以宗教其实早期是对文化艺术甚至科学都有前进哦，可是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出现问题了。以前在应该是，其实主要问题是当时380年，那个罗马的皇帝叫做狄奥多西，他就是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他当时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罗马的权力其实是分散在贵族手里，他为了要跟这个元老院贵族夺权，所以他要得到平民的支持。可是当时的比较贫穷的人或者一般平民都信基督教了。他把这个拿来，就我这时候这个皇帝就不只有政治权利哦，我还有神权，所以演变到后来变成教皇嘛。好，他下令基督教为国教以后，开始出事了，因为他是一神教嘛。那想夺权的人，比如最严重就是在那个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本来那里是允许各种宗教，犹太教、基督教，还有所有乱七八糟的多神教，全部都在那边，所以那里是学术中心哦。亚历山大港的那个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以前的，等于全世界最大图书馆嘛。对，等于牛津剑桥这个意思。啊，当时的有一个馆长是女生哦，叫希帕提啊，你看多厉害！因为她小时候就很聪明，她的爸爸是馆长，她爸爸就是教她数学、哲学、天文学，不让她去学做饭、缝补这些不，所以她非常，而且她长得很漂亮，所以那时候人说她有柏拉图的头脑，那个希腊女神的美貌，所以他弟子也很多，连总督都是他的弟子。他最重要的是，他最早开始把这个行星绕太阳的轨道找出说椭圆形。可是他在西元415年的时候被打死了，就是基督教新任命的主教要夺这个权。那她是女生，她又是等于多重信仰，她自己没有特殊信仰。好，然后他这里又有知识，所以进来他就被乱石头打死。然后他们要强迫他改信基督教，他不愿意。打死以后，那个就剥光，游街，很可怕。剥光啊，对，剥光，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就那个时代太过分，很惨。然后，亚历山大图书馆就被烧掉了。他的这个椭圆形轨道论是到1595年卡普勒才定的。等于人类晚了1000年，对，所以单一思想其实就是可怕在这个地方。对，这你讲这个Kepler 这个叫天体运行三定律嘛，是从那时候开始啊，其实人就开始进到科学时代了。对哦，所以我自己定义科学从17世纪开始。哦，就是说从 Kepler 这个定义这个天体运行是啊，他定义完了之后，那个后来才有牛顿的三定律嘛，对，有力学开始，有电磁学、光学是吧？啊，就是过了1世纪，18世纪启蒙运动出现，还是对，启蒙运动开始说，哎呀，我们应该尊重科学啊，理性嘛，对，理性就是讲证据，没有证据都是假说嘛，假说你要经过科学方法证明啊，然后才变成一个所谓定理公理啊。那这个其实从科学出来之后啊，就发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科学家定的规律啊，不管你是什么上帝、阿拉都不能改变，是都不能改变是啊。那么你要去跟科学冲突，就大败。比方说那个
基督教当时的圣经说，全世界绕着地球转，对，地球是宇宙中心。对，好了对，那你这个日心说出来，是啊，其实那个哥白尼啊，他在1543年死的时候啊，他那个日心说啊，不敢直接发表，不敢发表，对吧？而且很有趣，哥白尼啊，这个很有学问的，他是这个通各种语言，是，他还有医生，是哦，他还是做的是外交官，他还是法律的这个专家。那么他就觉得这个日心说出来啊，恐怕冲击太大，对，所以他也很保守。是，后来死的时候说啊，请朋友发表，啊，朋友就发表。可是出来之后过了很久啊，你看1543年到开普勒这个1609年，对，发表的三定律，中间隔了60年啊。是，在那时候中间有个倒霉鬼叫 Bruno。哦，对，被烧死。我记得啊，他在1600年好像在罗马被烧死。是啊，他的这个其实主张就是说啊，这个宇宙很多的，不是只有地球宇宙。是，意思说上帝不是只有一个。是。但是布鲁诺是很有勇气，所以他被烧死了，这也就算了。我感觉比较倒霉是伽利略，对，这个反正最后虽然被软禁嘛。所以说，这个科学开始冲击到宗教，是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基督教算不错的了，基督教它这个新约跟旧约啊，我总觉得，我感觉那个新约啊，根本是佛教徒来帮他写的。对，有一种就是有一种说法了。是。我是觉得说，像这个新约啊，那么事实上是大大的减低的基督教跟其他宗教的冲突性。我觉得最危险的宗教，我必须讲是回教。你看这个法鼓山出了一本这个比较宗教学嘛，是这里面这个讲这个回教啊，真的是不得不那个。你看他说这个回教它是鼓励战斗的宗教，是不服从的来砍，对吧？古兰经里面什么57章第4节说，所有的产业都是阿拉的。如果你们要战斗的时候啊，在胜利之前，先把你的产业捐出来的，你会比别人高一等。还有他说啊，古兰经第8章什么15、16节讲说啊，你们遇见不信的人前来作战的时候啊，不得转过背去，就一定要面对敌人。除了为了战术或者归队以外啊，凡是掉过背的人啊，一定遭受阿拉的恼怒，会受到严惩啊。如果敌人后退，古兰经讲啊，说你们要追击敌人，不要放松。若是你们受痛苦，敌人亦如你们一样受痛苦，可是你们会得到阿拉的祝福。是。所以你看这个可兰经来讲，他是认为说啊，这个杀死不愿接受伊斯兰教信仰的人啊，不但无罪，倒是受阿拉喜欢，并且必定有所赏赐。是。所以说，其实啊，宗教基本上一直都是被政治利用的。对，从古到今都一样。我们刚刚讲这个佛教，对啊，传到这个五胡，这魏晋南北朝，其实佛教发展的一个高峰嘛。可是中间有4度灭佛。对，就意思说什么？我利用佛教的时候有用，我利用。对。等到佛教势力自己大起来了，他又怕了，都杀啊，有点像这个现在所有集权国家都一样嘛。是啊，利用谁，到最后就杀空城啊。对啊，就这样。政治有时候利用你嘛，政治也很可怕，就是说他有时候没办法，你知道，即使他在那个位置上，他为了得到那个权利，只好抛弃真理。就有时候常常这样，对啊，就是被绑架嘛，被绑架。比方说你那个现在很多这个YouTuber 是啊，会被流量绑架，是，对，是。你讲的话，流量跑进来了，就一直跟着这个方向走。所以启蒙运动在德国哈，我感觉有一个政治环境，就当时德国是很多邦，不是一个德国，所以当时像巴哈这样，他搞音乐。他当时想做伟大音乐，就是赞美神的主的音乐啊，可是他的那个邦的领主就是那个大公不同意，就说我是要听吃饭时候听的，你不要给我搞那些。好，所以他就要辞职，跑到另外一个萨根那边去，那个邦的那个国王愿意让他做，他就被这个邦的老板把他关起来，就说你想这个怎么可以背叛？后来还好那个。来求情，等于拿钱交换，所以他就跑到另外一邦去了，跑到另外一边才做出了那些伟大的那个音乐。对，你又讲了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欧洲啊，当时分裂的大大有助于这个科技和启蒙的发展。是啊，你比如说那个孟德斯鸠，他对本来是路易王朝的贵族啊，他好像是男爵，还是做过法院的庭长，对。他后来看那个路易这个王朝太腐败了，所以后来他才主张说啊，用新三权，就是行政、立法、司法，对，取代旧三权。什么叫旧三权呢？就是神权、王权还有贵族。对。那当然后来他也不行啊，跑到英国去了。对。就当时欧洲这样乱，可以跑来跑去，像伏尔泰就跑来跑去。对。所以他跑来跑去，所以他那个真理啊，那个智慧不会被人家硬把它封杀掉。是，对不对啊？对吧？跟中国一样，就春秋的时候，你看孔子周游列国，就是跑来跑去嘛。对啊，讲给喜欢的人听，看有没有机会。对，我们讲文明的真善美啊，你把那个真把它压掉了，文明整个坠落啊。所以反过来你看哈，美国是 United States 嘛，它很多州法律不一样，光堕胎就很多地方不太一样。但你有机会可以跑来跑去，在你喜欢去的地方容许下来。我觉得以前那个宗教啊，它不仅仅说这个作为一个控制群众的一个工具，或者说等于说对群众做集体催眠。对啊，你看那很多仪式啊，然后大家跪拜啊，还有那个大喇叭，或者说都是催眠。是，对，催眠走了之后，信那一套嘛。对吧？那这个启蒙就是讲理性、讲证据、反催眠的。所以从这个启蒙到现在200年来啊，我们必须了解的世界跟200年来完全不同了。对，讲到这里了，我想我们可以把刚刚的谈话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说从17世纪人类开始发展科学，18世纪推动启蒙运动，这200-300年来呢，人类社会已经有了重大的进步。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呢，都可以活在平和理性的环境里面，用知识和科技创造我们的财富跟幸福。那么因此在今天呢，我想我们所有的宗教啊，都应该尊重理性科学，要放弃一些反科学或者排斥异教徒的集体催眠，那么转而呢，加强所有个人的内心的修养啊。我是读佛经，可是其实我也看圣经啊。我觉得这个圣经新约啊，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啊，里面讲这个爱的定义啊，非常伟大啊，值得我们参考。那么下面呢，我请阿哇来帮我们念这一段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另外提醒大家一下，请帮我们按下订阅小铃铛。好吧，咱们今天就先聊这，先聊到这里。我们下次继续。谢谢广才，谢谢大家。